随着方舟飞升的畸变的出现，鲍勃扩展包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更新。这次的更新不仅带来了新的生物，还加入了基因词条这么一个全新的系统。这一特性的出现呢，再次把方舟宠物的上限拔高了一截。相信大家早就已经关注了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基因词条。想要了解基因词条，首先需要购买鲍勃扩展包，然后咱们就可以在畸变学习这个基因枪。人物的等级在86级解锁，接着你就可以通过基因枪查看野生龙的基因词条了。好了，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关于这个基因词条的内容呢，是相当的繁琐，所以这期视频的内容呢会有那么一丢丢的长，我尽量给大家讲清楚。当你有了一把基因枪以后，咱们可以按住 R 键来呼出轮盘，找到这个选项，就可以搜索你想要寻找的恐龙类型。基因枪上面的灯光颜色代表着该生物的大致方位。找到想要的生物之后，就可以通过按住鼠标右键的方式来查看野生龙身上带有的基因词条。这个词条的作用呢，类似于幻兽帕鲁里的词条，但比帕鲁的词条呢更加复杂，种类也更加多样。这属于是相互借鉴了。野生龙身上的词条不可被直接提取，当你找到心仪的词条后，你必须要驯服这个生物，然后使用基因枪才可以进行提取。有关基因词条的类型和详细效果，可以在方舟的维基百科上直接找到。不过呢，成年生物只能提取的基因词条，而不能被注射，这个过程是单向的。大家在提取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，一个基因枪里最多存储10条基因词条，可以选择删除或者是转移。转移的对象除了幼崽，还可以存储在扩展包的基因存储器中。同基因枪一样，也是在人物86级的时候解锁。有了这个机器，就可以把基因词条存储起来了。在培养幼崽的时候，便可以随时提取了。没错，基因词条的真正用途是用于培养幼崽。在幼崽成年之前，可以使用基因枪将优秀的基因词条注射给幼崽。一只幼崽呢，最多可以植入5个基因，但是每种生物的基因词条有区分，并且只能注射给同种的幼崽生物。比如从霸王龙身上提取的基因词条，就没办法给注射给其他的生物了。说起幼崽呢，这次的扩展包中还有一个大活。一直以来方舟中的胎生生物培养过程呢，比卵生的更加复杂。关键在于胎生生物在完成交配后，还需要怀胎10月，不能像卵生生物一样直接的下蛋，大大的延长了培育的时间。拓展包中的胚胎孵化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人物的等级89级解锁，同样使用基因枪对着怀孕的生物使用左键，就可以把胎儿提取出来，可以在背包里查看，然后直接然后把胎儿放进胚胎孵化器里，可以直接开始发育。这个功能呢和孵蛋器差不多，但是这个胎儿是不可以直接丢弃，只能放进胚胎孵化器里才能销毁。等等，蒸汽科技居然和太空科技并肩，看来我和方舟的策划之间有一个人是没有睡醒的。死神和蓝泥虫的幼崽没办法被提取出来。比较特殊的是，水下的胚胎生物也必须通过在水下的胚胎孵化器才可以发育。但关键是这玩意儿需要供电，普通的发电机没办法放置在水下。我能想到的也只有太空发电机了。那方舟的 bug 向来都是特色。你说会不会万一有一天可以直接把发电机放在水下呢？如果你不小心驯了满级极品词条的宠物，或者是生物成年之后才发现了装错词条了，没得关系。还记得我们的老朋友 bug 龙，不对，绿洲龙，我们就可以对着还没有消失的生物尸体提取基因词条，然后把它们的灵魂放到绿洲龙的身上复活，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只方便注射基因词条的幼崽了。至此呢，方舟中培养极品宠物的方式，除了留痕、遗传、变异、配偶 buff、兽群 buff、极品安具以及一些特殊的辅助性单位提供了 buff 以外，又多出了一个基因词条。而基因词条的出现，对于提升宠物最大的地方，我个人认为是备受大家重视的变异词条。变异呢，一直是方舟中最隐晦的内容，可能大家都繁殖过2代，但玩变异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点费脑子的。简单来说，幼崽在出生前会有3次的变异的机会，每次变异的概率为 2.5%， 最多变异3次，每个变异的机会都会独立计算，而变异的内容则会在父母的有效属性上，也就是可以加点的那些属性上。而基因词条中的增加变异的概率，应该是作用在有效属性上的。比如方舟飞升中，一只霸王龙的幼崽发生了变异，但这个变异会随机变异在血量、耐力、氧气、食物、攻击上边。不过有了词条的影响，就会提高对应属性的变异概率。同理，即使父母的变异次数超过了20次，也不会影响这个词条对于特定有效属性的作用。好了，以上呢是我对基因词条的全部了解，可能不是很完全，也可能会存在一些漏洞，大伙儿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